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以及我们的这个淡大助理教授倪锦中。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高市早苗现在啊，真的是骑虎难下了吗？于是他是再抛橄榄枝吗？他说啊，希望能够与中国来持续的坦诚对话。来听一下他的说法。中国との関係ですけれども、戦略的互恵関係を包括的に推進し、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我が国としては中国とのさまざまな対話については、常にオープンでございます。扉を出す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しておりません。好，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台湾的说法呢是重申日本呢对立场是没有改变的。他说我们不会改变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我们打算在各个层面持续向中国和国际社会去阐明这一点。说到这个，当然大陆的外交部是不会高兴的啊。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了，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炮制未叙事的惯犯。战后日本打造战争受害者叙事，却避而不谈军国主义才是导致战祸的源头。那么现在这个日媒也说中国外交部呢，现在呢是开始在要求大家选边站了哈。这个中国外交部自上个月以来是陆续召见了东南亚等多国的驻中国大使，就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发言来表达批判，然后要求各国要支持中方的立场。那么日本呢？日本当然是最希望得到川普的这个青睐啊。于是这个高市早苗再度说呢，与川普有互信，随时可以通话，透过呢川普访日以及电话会谈，双方已经建立随时可以通话的信赖关系，希望能够尽快的跟川普再一次会晤。而另一方面呢，日本也是在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像是这个冲绳防卫省在冲绳防卫局呢，就规划要在北大东岛来部署航空自卫队移动式的警戒管制雷达部队，以加强对大陆航舰还有军机进出太平洋航道的监视能力。而另外呢，美国呢也要重启冲绳的伊江岛辅助机场来实施散训。好，报道指出这个伊江岛辅助机场重启之后呢，美国的陆战队与空军的跳伞训练任务呢，将会改在这里执行，以降低加手纳基地的负担。而冲绳很敏感的地方呢，还在于就是美军在1971年呢，曾经秘密的将3枚训练用的模拟核弹从日本岩国基地转移至当时由美方管制的冲绳。那么这个目的就是在避免核训练活动被日方察觉，并为冷战时期可能对苏联或中国发动的核打击能力来做准备。这个是日媒的报道。不过我们来看到日本国内也不是这么的支持去军事扩张的。这个呢，日本的参议员山天拓就说呢，这个几乎是等于一种宣战声明，已经是一个严正的问题了，至今都没有撤回，实在是过于自以为是了。于是他们就要求这高市早苗呢，必须要撤回错误言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日本的经济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惨尤其这个日债的殖利率是直逼2%。那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在17日的时候最高触及了 1.978%， 创下了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逼近20年以来未曾突破的2%心理关键点好，这个日债殖利率会高升，第一个就是因为日本央行肯定要升息嘛，再来就是因为高市这个大撒币好，另外呢来看到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搞坏了，所以现在呢，中国大陆的春秋航空每周2个往返佐贺、上海的定期航班将在22日起到明年的3月28日停运。它虽然是没有说明这个理由是什么啦，但是有可能就是中国政府提醒的嘛，要公民避免前往日本。好。大陆的11月赴日人数大幅减少，那么日本的智库就说了，哇塞，这竟然是年损失上看1000亿元呢！好，这是野村综合研究院的学者估计说，如果中国大陆的旅客大幅减少的话，未来1年就可能使日本的经济损失1兆4900亿日元，大概是台币3032亿元难怪这个高市早苗会抛出希望与中国来持续的坦诚对话吗？我们请教亮哥。
高市早苗这一种都叫做公关语言啊。他说什么？哎呀，我做的就以前政府都做的嘛。我讲太快了，我的幕僚整理资料不够了，这个没有用的。因为高市早苗讲的话极为精准，他就是因为讲的太精准，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要他撤回。高市早苗讲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够精准了吧？第二，他还讲具体的状况是台湾被封锁，就有可能有军舰发生冲突，这么精准就会引发日本的存立事态危机。这个概念也非常精准啊，这个概念就连接到战争啊，就我的生存危机啊。第三个概念，那日本就要考虑集体自卫权，就是有可能要出兵。你去想一想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然后存立事态危机啊，然后集体自卫权，都是这么精准的语言。然后你现在来糊弄一下，就说哎呀，我们就坦诚持续对话，我们一切维持现状，都没有改变，这谁能接受啊？你前面讲这么精准，在国会都已经留下记录了。像那个日本社会党说你这个几乎等于宣战宣言就这个情况我们要出兵，你怎么有资格出兵呢？你怎么不去说朝鲜半岛有事，日本有事啊？你怎么不去讲啊？以前搞过啊，金正恩炮击延坪岛，离你更近，你怎么不去说朝鲜半岛有事，日本有事，偏偏要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人家会有怀疑嘛？怀疑什么？怀疑你认为台湾是你的势力范围啊，不然人家怎么理解？所以才希望你说清楚，不然你就收回啊。所以这个是没有解的啦。你想想，他如果说朝鲜半岛有事，日本有事，俄罗斯的北方四岛有事，日本有事，搞不好人家炮弹已经打过来了。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认为他这个都没解了，那没解没有错了，一时也解决不了那我们主持人跟我们这个电视台也不用急，因为2012钓鱼岛的国有化搞了2年才有结果现在才不到2个月啊，对不对？还可以再吵2年，所以不用急，不用急。所以我们不要太去关注高市早苗说什么了，因为那个意义不大了他去扯，我跟川普随时可以通电话啊。你现在踹踹看，你能不能跟川普再见面？我跟你保证见不到。川普现在避之唯恐不及担心你变成他4月访问中国的变数，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的感觉就跟你不一样，你就不要讲中国了啦，不然俄罗斯为什么也跳进来？怎么俄罗斯感觉跟中国很像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去凹这个没有用这个连你的爸爸美国都是那样的态度你去想一想你已经都被雷达照射了，结果海格塞斯美国的国防部长出来讲什么话？雷达照射不利区域和平他连谴责中国都没有美国的国防部长那更不要讲国务卿卢比奥没有讲话，川普也没有讲话，然后那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凯洛琳怎么说？凯洛琳说，美日关系跟美中关系对我们都很重要。你高市早苗这样，你还不知道人家有意见吗？不要装傻啦，这个就已经过度装傻了。就他现在就是装着，哎呀，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啦，我跟日本政府以前都一样啦，美国没有抱怨啦，你装傻没有用啦。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跟你就恢复不了嘛，
那经贸关系未来一定还会慢慢升级的啦，啊，现在坦白讲，大家都在聚焦什么？聚焦你12月26会不会去靖国神社？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你以前那个有没有收回了，因为大家已经认为他不会收回了，所以重点是人家是在关心如何避免进一步恶化，是这种已经危机管理、危机发生、危机会不会继续恶化，是这类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也没办法啦，你碰到这种对于国安语言啊、国际政治的语言如此不精准算计的人来当首相啊，这有什么办法？人家以前岸田文雄、安倍，人家就不会犯这种错啊。岸田文雄是外交大臣出身的，对不对？安倍表示人家对这方面很熟悉嘛。其实他们的立场，搞不好跟高市没有差别，可是大家都知道，台面下的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啊。结果你就把那个极右翼的底线全部都公开讲出来，还在国会讲出来。其实他的问题是在这种地方啦，就是政治的不成熟，所以人家就会怀疑你会不会进一步犯错他问题是在这里我倒不认为，小泉进次郎跟他立场就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我也不认为啦。可是小泉进次郎跟他爸爸都不会犯你这种错误，就是你犯的就这样。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聂建中老师。我刚刚说错了，他不是助理教授，他是财经系教授。OK， 没有问题。这表示把我看年轻了，因为通常助理教比较年轻哈。那个刚才那个郭勇讲到一个，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他自己心里的想法，就认为说，好像台湾可能还在他的这个心灵中的范围之内哈，他大概有这种 image。不过要不然的话，就是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要不然就是他可能跟台湾的这个比较我们讲说现在执政的当局有一些私通款曲，认为说你真的要发生事情，我就这个去帮你。那这个的话，在安倍晋三的时候，显然有这样的一个 image。那当然，我们也知道高市呢，他也是这个算是 follow 这个安倍的哈，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不疑有他，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很正面的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高层或者跟高市的很多的互动，所以呢，我觉得对他心中呢大概就认为这个台湾可能还是属于他心中的那一部分，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信他刚开始的时候抓的一个很重要的合约，而那个合约是不成文、不应该有的合约，就是大家都知道旧金山合约1951年前1952年生效的这个。那这个呢，如果真正解读的话，从我的解读是，它完全就违反了当时在1941年在战争可能快要怎么样，1942年初可能就预想到会成功，会解决掉这个所谓的当时轴心国的那些同盟国家所开的所谓联合国26国宣言嘛，在1942年1月1号，那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也告诉了这个26国也特别讲了以后的战败国那可能要履行什么什么等等的。后来当然在隔年1943还有1945分别出现了开罗这个会议以及所谓的波茨坦宣言。那开罗会议非常清楚地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日本呢，它未来真的战败之后，它必须只能维持它4个地方，也就是它所谓的本州、九州、这个北海道以及中国这个4国这4个地方而已，其他的你必须要另外处理。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在那联合国当波茨坦公告也特别强调了开罗会议所提的东西要严格遵守。那当然，这又回到1941年，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联合国宣言必须讲清楚，就是当时有讲到所有的同盟国里面的国家不能够私下跟这个战败国未来签署任何一个这个没有大家决议的一个这个文。那当然，1951年旧金山合约，我觉得就是一个大问题了。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有2个重要的内容，我就回应到刚刚讲这个，就是它有第2个叫做就是这个放弃领土的部分，第3是托管领土。那领土托管当然就是我们以后讲琉球冲绳的问题，那时间可能不够讲。但是呢，我觉得放弃领土，它有讲到2个，一个刚刚为什么不讲朝鲜？因为它朝鲜已经放弃，就是承认朝鲜。但我觉得第2个就是台湾这个问题，也就是
他当时放弃台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高市他一直认为，我相信台湾的高层也有讲这样的话，也就是抓着这个来告诉大家，台湾啊还是未定。但是还是我要强调明显的就是，如果以一系列来讲，这个合约本来就不成文不对的，所以基本上呢，他讲这句话，当然就对。我们讲一个中国的领土要完整，要不管和或任何方式要统一之下，那高市讲这句话就严重错误。因此呢，我觉得中国呢现在当然他必须要做大动作，也要师出有名，所以也就会到处呼朋引伴，到东南亚各国去跟一些国家友好。这个呢越多的友好，表示他当时就将来如果高市在做一些不管是言或行。言过之或行为也过之的话，中国要做动作就比较有这个所谓的理由，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国际间的氛围偶尔平缓，但是呢随时呢也可能激烈，所以我觉得高市呢，我觉得他也在看风向球了哈，所以他又去惹人家，那又想要跟人家对话，我觉得他就像刚刚讲的很精准，但是有时候也怕他会失焦。日本现在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军备嘛，我们请教严教授。我觉得高市啊，会不会是想说，这个很多这事情啊，川普都是把心里的话都会讲出来。那我跟他学嘛就是我也讲我心里的话啊，但你不是川普，对不起啊，川普可以随便讲，但你不能随便讲。人家是老大，他是老大，对，所以我觉得他就犯了这个错误啊，就是你今天。你可以说台湾有事如果今天台海有冲突，会对日本的经济或者有安全会有一些影响冲击，所以我们高度关注，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当你说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还要弄出什么自卫的权利等等，那就表示说，第一个，你哪来的跟台湾你有安保条约吗？你怎么能够寄出一个就是，比如说美国可以说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美国也可以说南韩有事，也就是美国有事，但是日本都不能说南韩有事就一定是日本有事，除非美国介入了日本才会介入。所以你讲这个话，第一个你就把台湾当作你的条约的盟友一样了，那大陆怎么会接受这个？那当然希望你能够撤回。那看起来他现在就是说，我们过去关系已经没有改变，都是一样，对不起。那你要把你的话撤掉，那就是一样，而不是说我讲过的话，好像你晓得，我们常常讲说有人偷跑一下然后呢，就是说，没有，我回到原点了。但你这个偷跑的部分，你就不要再计较了我觉得这个也不行嘛。说老实话了，就是说他今天这种态度就有一点是说想说我创造一个叫做新的正常new normal。就是说我讲过话，那个过去了，我也不否认它，那就在历史里头、文件里头有了嘛，就在我的这个国会里头，这个答询的时候有这个记录了。那已经表那更对台湾这个来讲，这个可能我们民进党就觉得非常高兴，日本都已经看在这个记录里头没有把它撤掉。那我觉得大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撤掉，那就表示说你所有讲说没有改变，其实已经改变了。那你要把它这个大陆也希望就是说，在你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正常的状况，他不让你创造，然后大陆搞不好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创造一个他对日本的一个 new normal， 就是譬如说更多的军事演习更多的军演，然后甚至把俄罗斯找进来，让日本感觉到不安。那最后我还是要建议一下，你既然那么喜欢跟美国总统学那学一句克林顿讲的话 ，It's the economy, stupid。你先把经济搞好吧。你现在这个，你看日本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日元大家都觉得说贬，好多人前一阵子说，哎呀，日元好低要赶快去投资不就买日元，结果进去以后发现还在跌，所以我觉得你先把经济搞好，可能更好一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美中的部分川普第2任期的首次例行的美中防务会谈登场了，美中的高级官员呢都在华府来进行会谈。那么美方呢是由防务事务副助理部长出席，来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副主任。那么美方说美国国防部支持与中共解放军进行更广泛的军事沟通，以维护战略稳定、加强危机去冲突和降温管控。不过呢，中国大陆的
军事实力还是不断的在迅速的崛起。我们来看到大陆2个超长程6弹战机首编队飞行哦，这是在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旗下的2架重型超远程第6代原型战机飞行机亮相近1年后呢，是首度进行了编队飞行。中方的6代战机计划至少领先美国空军正在开发的 F-47战机3到4年。这款美方6代战机预计到2028年才会首飞，结果现在它都已经在编队飞行了。好，而现在呢，这个美方的这个军购呢也被揭露了，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这是纽时的披露，说美军几10年来呢都依赖客制化、极具昂贵的系统、高成本先进武器。但是呢，这根本不可能快速或者是大量的采购啊！像是这个福特号的战斗群强大火力，在面对中国高达600枚左右的高音速武器，就显得十分脆弱。这种小型武器正在改变当前的战争形态，对那些昂贵笨重的装备呢，都构成了威胁。好，不止军事啊，在科技资源上面也是哈。美国国会就说了，说中国大陆呢，现在都以科学合作的名义，把美国的机密技术转移到军方。这是美国的报告指出，说中国正在利用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科研合作项目，将敏感的核子技术以及其他具经济和国安价值的创新成果，为解放军提供相关技术与情报。不过对此呢，大陆的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了，说这是美国少数政客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去阻挠正常的科研交流，这些做法得不到公众支持，注定会失败。可是呢，中方的拆解复制能力真的是很厉害。我们来看到，这是中国版曼哈顿计划吗？中国延揽了多名曾经在这个艾斯摩尔的中国裔工程师，今年初呢，已经透过了逆向工程重建了一台艾斯摩尔的 EUV 原型机，正在进行测试。这一项研发计划在深圳的一个实验室来秘密进行，简直就是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好，什么是曼哈顿计划呢？就是美国2战期间研发原子弹的机密工程，计划由中国政府主导，而华为公司呢就在这个计划中来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好，而英特尔的最新制程呢，竟然呢也跟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设备来进行吗？这共和党议员就痛批了，说这等同就是敞开大门让中国政府有机会能够操控，甚至危害我们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能力。英特尔竟然是愿意拿国家和经济的安全来冒险，是极为恶劣的。不过我们来看到，在天然资源上面，大陆也是很赢美国吗？现在呢，这个大陆发现了亚洲最大的海底金矿，这个是在莱州市三山岛北部海域新发现了中国境内唯一亚洲最大的海底巨型金矿，全市累积探明金资源的储量3900余吨呢，大约是占全国的26% 哦。这个金矿资源的储量还有产量居全国首位。而现在中国还发现了这个新矿物新矿物，那也能够呢去找到这个稀缺的资源，这个镍钴的矿床。好，这个发现的新矿物呢，是具有了一项里程碑意义的科学突破，拓展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边境，有望合成出呢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而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关键矿物是非常的重要的，而稀土战是谁占上风呢？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嘛，中国是明显的有结构性上的优势，尤其即便川普在跟马来西亚同意扩大稀土供应链合作，也将要跟这个泰国来强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发展合作。那这类协议呢，都反映出丰富资源的国家都成为了稀土战的核心战场。但是中国开采了全球70%的稀土，还掌握了90%的加工产能，而且长期布局呢，让北京在下游加工厂环节是具备了压倒性的领先。反观你美国美国你想要开采这个稀土真的是困难重重，像是美国开采公司森特尼尔想要在内布拉斯加州来去采矿，但是呢，美国发现了这个矿产的平均生产量需要29年呢，而且呢，这个流程很漫长，成本很高，还有环保诉讼，都让这个投资人不想要去投了。好，我们看到美中表面呢想要维持和平稳定，但是在各个层面上面都还是在竞争吗？我们请教亮哥。
我觉得最近最被凸显的当然是军事了啊，就感觉中国的军事的发展真的让美国感到极多意外了。第一个，比如说第6代的战机啊，那美国还停留在 PPT， 那中国大陆成飞跟沈飞都各做出一款，而且都已经在飞了啊，这个当然让美国感到无比惊讶啊。那另外，比如说是技术追上美国的啊，比如说福建号的电磁弹射，它就追上了，而且还非常顺利的在弹射啊。那反倒是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故障率比预期1/1000多出非常多，现在大家认为故障率是1/400，那这样谁还敢飞啊？你如果弹不对，岂不掉到海里面去了啊？那最近最被美国重视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量啊，就是它的产能导致数量的极大的优势啊。这个用大陆话讲叫量大管饱啦啊。比如说它的超高音速导弹，美国预期中国大陆应该有600颗啊，所以福特号航母根本就进不了第一岛链，可能就被打到瘫痪了，啊，就是因为它量很多嘛，它可以集中来打你啊。那最近又公布那个9天的无人机航母啊，那本身也是无人机，可以飞7000公里，可以在空中15000公尺放出150到200架的无人机。那这个当然下来之后也是饱和攻击啊，不管是用无人机炸弹，或用这个无人机来做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感到很头痛啊。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爆料嘛，说国防部有一个叫优势简报，叫 overmatch 啊，美国好像被 overmatch 了，他本来是 overmatch 别人，现在是被 overmatch。比如说你的军舰只有290艘，中国的军舰超过400艘，那到明年中国大陆会变成431艘，然后飞机你如果是在第一岛链要作战，中国大陆的总量，因为它近海作战距离很近啊，那它可以动员的飞机也远比你要多啊。我觉得这种现象大概以前美国没有这样在做反省的啦，就是说未来的战争啊，不是比赛1、2款的军品，你的科技比人家要更领先啊，而是你有没有足够的数量。你如果数量不够，对方用机海战术、舰海战术、高超音速的炸弹的弹海战术，那你怎么打？所以也难怪美国在西太平洋，他现在如果要作战，他越来越谨慎了。说我们没有要跟中国单独作战，没有，我们要结合盟友的资源来共同威慑中国。现在都讲这种空话啊，那事实上他的盟友最大的就是日本嘛，所以高市早苗也觉得他有了机会，我是你的盟友，对啊，我赶快来做军事的增产啊。这个预算增加啦，等等等啊，那美国也乐见啊，可是其他国家恐怕就不一定这样想，比如说韩国啊，我觉得李在明才不要介入台海战争呢，我觉得这个立场韩国是蛮清楚的。高市早苗马上的来增加这个军援，但是美国也不希望他话讲这么快了。我们请教聂教授。好，我现在呢，当然也引用刚才这个我们亮兄讲的那个，说美国美国呢这个惊讶，但我要用更严苛的字眼说，美国其实是非常忧心，甚至是害怕，因为我讲说这个大国博弈啊，我们就从军事科技这样讲起哈，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之所以有今天，跟2战绝对有关系，因为全部的同盟国在这个对抗轴英国的时候，美国是在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后的隔天才宣布国耻日才加入同盟国。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他们一直在做兵工厂，每年呢输出一堆的这个炮啊、这个坦克啊、飞机啊，
就是给同盟国，然后就是赚足了黄金进来。那当然这时候呢，制造强国，那时候制造第一国就是美国了，它叫民主兵工厂。可是现在美国呢，完全的制造业空洞化，那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急着要要把制造业回流的原因，这是其一原因，因为已经空洞了。第二个呢，现在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有底气，非常清楚。稀土我们大家已经谈了很久。那刚讲到的东西，不管我们听到太多什么，又是日本旁边深海又发现了稀土啊，要跟澳洲签什么合约啊，现在又跟泰国又跟马来西亚都缓不济急，而且没有用。川普是个聪明人，一开始上任就已经知道，后面的团队就告诉他我们缺稀土，中国有。他一开始上任还记不记得第一件事要格陵兰要拿下来？为什么？美国只有180万吨，格陵兰150万吨。可是你知道拿下来300多万吨又怎么样？他又开始跟乌克兰等等说好，我协助你，你要把稀土给我等等的各种交换。他到任何地方去抓，不是缓不济急拿不出来，就是现在有的呢数量不够。中国有4400万吨，而全世界1.2亿吨的稀土，人家的预估中国占37%。刚刚讲的产量是因为中国产这个1年27万吨啊，美国只有这个6万吨。当然这个呢就相较下来，在产量上中国是70%，中国要产更多还可以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觉还不够，那精致冶炼只有中国做得到90%多被它控制在手里，全球所需要的稀土大部分高级就在中国手里，包括你各种军事的这个，比如这个 F-35，它一个那个弹头前面需要400多公斤的这个稀土，请问你未来需不需要？当然需要。现在你制造业也空洞化，那你现在就算我们说这个军机的量你最大，可是你要知道你是做军机是要卖给全世界的，中国全部大部分都自主，当然它有卖出去没错，可是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成飞接36。去年已经试飞了，沈飞也准备试飞，沈 J50，美国波音弄的 F-347，我真的不知道它哪一天要出现。这个真的跟2014年啊，中国在扎了个大经济计划，说我现在要做5G AI 的时候，你就发现它5G 华为中心就做出来，就全世界去服务啊签约，美国就很惊讶。那时候是在科技上中国走出去了，当然美国就开始质押。可是那时候美国还有力量质押10年前，现在美国要质押中国难了。包括稀土也好，未来的锂电池也好，是啊，和种种的因素，你会发现一比下去，哇，糟糕！美国不但要惶恐，而且看起来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没有机会了。各位想想看 ，NS 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国家这个安全策略已经非常清楚了嘛，他们已经畏缩了嘛，这是一个策略这个缩小版，也就是告诉大家，你所有的盟友你要自主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救你了，就这么简单。好，严教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啊，过去可能是因为科技比较落后啊，所以它到底有多少蕴藏的这些矿，它也搞不太清楚。可是现在随着它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它能够探测到的大概是会越来越多啊。那再加上它特别在稀土方面的发展，是因为比较没有受到这些环保管制的这些因素，所以它是可以比较生产。那我在这个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其实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现在你们都要感激中国在生产稀土，因为这个是有污染的这种工业，然后呢，让你们可以享受到稀土在高科技上面的使用啊，而不需要对你们的环境受到冲击。结果你们现在反而认为说，哇，因为它生产太多的稀土，掐了我们的喉咙，所以我们也要生产。那我就刚才主持人差点念不出来这个 Nebraska 这个 Nebraska 我常常在笑，是在美国的最中间有点像中国的甘肃一样，鸡不生蛋了不拉屎的地方那你今天要去发展东西，离东西岸最需要的距离都很远然后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发展出来？他们现在种玉米、种大豆种得很开心，而且他们有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也觉得说，你今天去发展这个东西，对这当地的农民来讲，到底是不是一个划算的东西？他们现在知道，如果说中国继续跟他们买大豆、买玉米，这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这个一只鸟在手总比10只鸟在林里头飞要更重要一些。所以美国今天要想的是说，已经被我们看到各种的报告，包括来自澳洲还有美国自己的，就说哇，我们都被超越。但被超越就是说，你要回头去想，说不定500年前中国也在这些领域都在领先的只是就是后来中国落后了。那现在他
很多人就说，那你把它想成说他回到原来的地位，大概就没有那么伤了哦，因为没这么难接受，就没有这么难接受。如果说今天譬如说是一个非常落后，过去真的跟你差距很大的哦，那你觉得说很难接受，可这个过去曾经是超越过你的，那今天你来接受，应该没有这么难。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际上面的其他议题啦，那就是泰柬现在的战争呐、哇塞，现在泰国呢也去轰炸了这个柬埔寨的赌场，泰军呢是摧毁了，并且呢轰炸了6栋的跨国诈骗集团所使用的建筑物，其中呢就包括了2座遭到美国制裁的赌场饭店，还有大型度假村。好，泰国表示啊，这不是为了要扩大战争，而是想要从根本去根除跨国的犯罪网络。而除此之外呢，现在泰国呢也宣布要禁止向柬埔寨来运输石油以及战略物资，将在23个沿海府的港口机制中实施，并且呢禁止柬埔寨的船只来进入泰国水域和港口停泊。不过呢，在军武方面呢，泰柬两方都是用中国制的武器吗？好，现在泰国在柬军的阵地缴获了中国制武器，不过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中方与泰柬以往都有正常的防务合作，那也不针对任何的第三国，更与这次泰柬的边境冲突无关。但是啊，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特使呢，也是在赴泰柬穿梭调停了，表示呢，中方呢是高度的关注当前泰柬边境冲突持续的穿梭劝促，以自己的方式积极为推动缓局降温来发挥作用。那么美国呢，川普做了什么呢？川普现在在打委内瑞拉啦，来看到了，现在呢，川普说啊，勒令委内瑞拉要吐回石油资产，否则就要卡死你的金流。他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能源权利，拿走了我们所有石油，我们要拿回来，那是他们非法夺取的。川普指的呢是委内瑞拉推动石油产业国有化，强制征收艾克森美孚等美企资产的一个往事啦。而现在川普甚至还说他想要持续的来炸船，直到马杜洛喊投降。而最新画面也曝光了，美国呢是再炸东太平洋的运毒船，累计呢已经有99死了。这是17日在东太平洋海域，美军是再一次对一艘涉嫌运毒的船只来发动致命动力打击，又再造成了4人死亡。而委内瑞拉呢，则是指控呢，川普是当着全世界去侵犯他国主权，那么也告上了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要求安理会介入，并且呢，以书面的方式来谴责华府针对其船舶还有贸易所采取的行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呢也表态去挺委内瑞拉了哟。好，王毅强调啊，中国和委内瑞拉是战略伙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是中委关心的传统。好，除了这个川普批评批评委内瑞拉之外呢，他也去批评了他的前总统拜登啦。好，这是川普这个昨天的这个有说他上任的时候就接手了烂摊子，而他也声称他重返总统职务以来呢，海上运毒走私已经下降了90%，并且宣布呢，超过145万名美国军人将在耶诞节前获得一笔特别的战士红利，每个人可以领取台币57000元呢。而且他还说啊，在降低物价方面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短短几个月，我们的经济就从最差变成最棒。但是人民有没有感呢？来看到他的最新民调，他都还没有重返白宫1年内。但是 CNN 分析啊，近期美国的各大民调显示呢，全美民众力挺川普的比例已经降到只剩20%了，这是川普第2任期的新低哦。甚至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也说，美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衰退前期，说就业数据呢已经疲弱到可以认真担忧衰退即将到来了。另外呢，2025年难道是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元年吗？好，金融市场的策略师就说了，说越来越多投资人都透过货币避险工具削减美元曝险。2025年将载入史册，人们首次意识到美债不再是无风险资产了。但是川普还自评自己的经济呢是 A+++++5个 Plus。好，我们来请教亮哥，他怎么这么有自信啊？他从上任到现在始终如一都始终有高度的自信这种人就是
坏消息大部分都没有看到，或者看到就立刻忘记啊，都只看到自己最好的部分啊。他对美国军人要发放 bonus， 因为美国军人大概就是100万、120万啊，那是针对少数人啊。他本来不是这样讲的，他忘了，他说要给全美国民众红利耶。对啊，本来是全部的美国民众他那个时候还有排富而且还讲2000美元他自己都忘记过去怎么讲了所以怪不得支持度会越来越低了，因为不能履行诺言嘛其实美国的民众对于川普的经济还有贸易战，目前不满的都超过60%，然后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他都说我很成功这个我在这里不予置评这个太检我认为不容易结束了其实这一次是打得比过去要大了可是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泰国跟柬埔寨的边界有800公里，其中有20%还没有完成划界，所以呢，因为柬埔寨比较穷嘛，所以就不断的有走私包括走私贸易，包括毒品甚至包括武器，就经由这些未明白划界的地方，不断的进入泰国，所以泰国本来就非常火大了那泰国现在又碰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总理要重组内阁，所以呢，他只好用强硬，以便争取到更多的盟友这个就有点不好的新闻、不好的情况都连接在一起了。那柬埔寨的军力跟泰国完全不能比较了，因为它穷国嘛比如说泰国有空军柬埔寨没有空军，所以泰国就用 F-16来炸你可是你泰国也不敢用地面部队进去了，因为地面部队就难讲了那可是双边用的都是中国的武器其实泰国是中方美国的武器都有了那柬埔寨大量的都是中国的武器这个昨天有一个新闻被炒得很凶嘛，说泰国的那个 VT4中国的坦克那个炮管炸膛使用太频繁了人家平常是射50发，结果他给他射200发，射到炸膛可是我认为不会那么快结束了，因为真的有积怨在边境这些不是虚假的问题走私贸易要好好谈，那毒品跟武器的走私要拿出办法所以你看泰国就给你乱炸，连那个诈骗那个赌场都给你炸掉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拿出方案才有办法真正的解决啦。这个大国进来我认为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谈的都是很实质的问题只有他们两个自己能谈的问题。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泰检的边境冲突真的是越打越大，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好，那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上任之后呢，他就一直希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他知道奥巴马得过，那么甚至欧盟体在2012年也得过。那为什么他会不得？因为他是最称职、最棒的总统。那他自己是这样讲的哈。然后他也宣称，全世界有很多7大、8大战争都他调停了，也都停了。但是很奇怪，不管全球战事大小战事多少，发觉都好像没有真正停。我们就讲一个最明显的，俄乌战争到底停了没有？而这个上任想拿和平奖的，一开始就说他一上任不久就要把它调停，到现在还完全没有停，而且在这其中还曾经发生说，可能要中国来会比较有帮助，有这样过去的一种声音，而且那是西方世界的声音。为什么要中国来？因为中国的力量真的提升了，我讲国际力量。那再来讲，现在讲这个泰国柬埔寨，当然之前不是打过一次吗？那当然，这个川普就说，你看。他们很快就停了，因为也是我的功劳。他也把这个当作他的调停之一，不是这样吗？
可是现在又发生了。说实在的，就像讲说，他们有些实际上在实质上互相要争，甚至就是一个诈骗的园区，在柬埔寨、泰国看不过去，也有一些他们之间的这个内部的问题。所以川普你要去调停，说不好听的，人家只是怕你有国际的力量胁迫，实际上人家会偶尔听，但人家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你知道，中国不一样，中国力量起来的时候啊，中国现在他也知道对方这两个国家可能有一些实质的一些纠葛，比如两个人吵架都有公错公允婆错婆女，这个人要做和事佬，他也不能说你谁错，但是他会穿梭来往。中国现在在做穿梭来往，在两个说，你们就不要这么的过之。当然，他也讲到柬埔寨曾经也跟这个中国有所谓协防，他也不可以去帮柬埔寨，但也要跟泰国有非常多的 business 来往，而且这都属于东方血统，甚至有很多华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只有中国有办法调停，美国真的也没有办法啦。所以我说还是一句话，中国的力量崛起，真的在这些调停中，以后可能中国的力量会越来越需要中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要委内瑞拉吐回美国的石油，什么意思呢？请教严老师。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1973年美国的时候不满意智利把这个电话收为国有，然后就搞一个军事政变，把这个政府给推翻，然后还认为说这是智利的人民不负责任，选出一个左倾的政府啊。那现在同样的用这个同样的逻辑，就是委内瑞拉他要去介入，然后要把美国的公司好像利益要抢回来。对不起，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委内瑞拉的石油没有那么好，你要去抢中东的啊。委内瑞拉是比较重的油，它杂质比较多，提炼起来比较艰苦一点。好，那今天如果他用这个理由去介入委内瑞拉，那泰国打击柬埔寨很正当啊，我也是打击毒贩啊，打击这些诈骗啊，所以现在就他们俩这个都为了我们这个国际关系里头的一个叫人道介入啊，做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人道介入是说你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人道危机，特别是讲到可能是种族灭绝我还是有理由介入，虽然你没有侵略到我，但国际社会有责任介入，他们叫做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有责任保护保护责任的义务，所以呢就叫 R2P。那现在好像看起来，只要你卖毒你今天这个搞诈骗，我都可以介入。如果他们这样子都允许，那大陆会不会说以后台湾搞诈骗，他用这个来介入？我觉得这个我们就要特别去想一下，就是川普创造出很多国际介入的这种不同的概念就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强烈的，就是大家都是认为说是战争里头受到老百姓受到了伤害，那不能不譬如说现在再加上大家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道危机，你去介入，这个是有可能。过去柬埔寨也被越南介入过，因为他那个时候赤柬曾经就是杀害很多，我们讲这个杀戮战场什么，所以越南介入，那个是大家说是人道救援人道介入可以忍受的。可是现在那泰国说，我现在是为了我们这一些所谓的这个被诈骗的这个受害者来介入，那也是可以成立的那我最后要讲一下，泰国跟柬埔寨都在玩，所有国家都玩一个假游戏。川普你要和平协议，我们签给你看刚果跟卢安达我签给你看，回家以后再继续打。对，所以川普不要每次好像很得意，把他们找到华府来，他们也觉得去华府吃一顿跟他碰一碰，然后签一个东西，然后回家继续打。现在刚果跟这个卢安达也还是这样一样嘛。